如果世界是盘游戏，那你的出生很可能就决定了你的发展。有的人呢，出生在矿区发了；有的人出生在油区赚了；有的人出生在沙漠，那重开吧；还有的人出生在屎区。你以为他完了，其实他赚了；你以为他赚了，但后来他又赔了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从一夜暴富到一穷二白，喜欢作死又作死的国家——瑙鲁。提到瑙鲁，大家首先会想到什么？我首先想到的是，这个国家不是叫鲁瑙吗？什么时候改名了？当然，肯定是我记错了。有和我一样的朋友，可以在弹幕和评论里扣个1。瑙鲁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国，它有多小呢？陆地面积大约为22平方公里，和北京首都机场的占地面积差不多。在1899年，澳大利亚的一名地质学家发现了一块富含磷酸盐的石头，他调查了一圈，最终确定这块石头是来自瑙鲁。瑙鲁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，它距离赤道非常近，而且距离最近的岛屿也有300公里，所以很多鸟类在迁徙过程中就会在瑙鲁进行短暂停留。这就和我们上高速是一样的，到了服务区，那不得吃点东西，然后再拉一拉、尿一尿吗？经过几百万年的发展，瑙鲁堆积了大量鸟粪，这些鸟粪经过自然分化，就形成了磷酸盐矿。而且瑙鲁的磷酸盐矿质量非常好，用它来当做优质肥料是再合适不过了。于是，在1906年，澳大利亚就开始在瑙鲁开采磷酸盐矿。那瑙鲁人是不是马上就致富了呢？答案是并没有。因为澳大利亚人是以非常低的价格开采，这英国人和新西兰人一看还有这等好事儿，然后3个国家成立了采矿委员会，共同来瓜分瑙鲁的资源。从1906年到瑙鲁独立的1968年，3个国家共开采了3500多万吨的磷酸盐矿。原来优美的小岛变得沟壑纵横，到处都是锋利的石灰岩柱和废弃的机械设备。此时的瑙鲁人民呢非常气愤，他们强烈谴责奥武新英破坏环境的行为。如果非要破坏，那也得我自己来呀。瑙鲁在独立之后就开启了疯狂的采矿模式，这一次瑙鲁人是真的富了起来，政府每年都有数亿澳币的收入，这对于一个只有小几千人的国家来说，简直就是一笔巨款。从此瑙鲁人过上了奢侈的生活，他们上学不用花钱，看病不用花钱，每天就负责吃喝玩乐生孩子，你想干活都没活干，咱都是一手的外国劳工，自在。你说国内玩腻了，咱就去国外玩。贴心的政府开通了飞往悉尼、香港、新加坡和夏威夷的航班。政府是为了赚钱吗？当然不是，就是为了交朋友。老百姓玩完了，政府玩。为了出境更快，警局直接配一辆兰博基尼，环岛时间由20分钟大幅降到了19分钟，超值。为了团建更方便，政府直接买几艘游艇，咱们想停哪儿就停哪儿，任性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当然没有，政府斥巨资在英国、美国、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购买了多栋大楼和酒店，只要能改名字的全部改成瑙鲁大厦。赚不赚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提升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。要说到提升国际形象，那艺术圈的事儿咱必须也得有所涉猎。瑙鲁政府在英国投资了一部音乐剧，这部音乐剧是关于达芬奇和蒙娜丽莎的爱恋故事。在音乐剧上映之后，恶评如潮，1个月后音乐剧下线，瑙鲁政府直接损失近1000万美金。就这样，瑙鲁人民疯狂挥霍了20年。从1968年独立到1990年这22年间，瑙鲁政府一共开采了5000多万吨磷酸盐矿，这个开采速度是独立之前的4倍之多。到了1990年，全岛80%的土地被破坏，矿产资源几乎已经枯竭，政府投资的房产、银行和航空公司全部破产，国家经济全线崩溃。这时候呢，瑙鲁政府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可是他们看了看手里的牌，2王4盖都先走了，手里只剩下一堆3、5、7、8、9。正所谓富贵险中求，瑙鲁恶狠狠地先甩出了一张5，这张5代表着非正规的离岸银行业务。任何公司和个人只需要花几万美元就可以在瑙鲁注册成立银行，政府不监管、不收税，也不要求银行有任何营业地址。这样的政策让瑙鲁成为了洗钱和逃税的避风港。当时有400多家银行获得了政府许可，这些银行有的是为黑手党服务，有的是为基地组织服务。据不可靠的小道消息，单单在1998年，俄罗斯黑手党通过瑙鲁就洗出了700亿美金。所以到底有多少钱是通过瑙鲁被洗白了呢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。我觉得呀，至少得是1000亿级别的，这些数字够刺激了吧？但这还不是瑙鲁最骚的操作。瑙鲁不仅卖银行执照，他还卖本国护照。这个护照啊，可不是一个道具，它就是一个真正合法的瑙鲁护照。如果再加点钱，人们还能买到瑙鲁的外交护照。外交护照和普通护照可就不一样了，它有一定的豁免权。所以当时有很多犯罪分子通过这种方式逃脱了法律制裁。
虽然瑙鲁这2手牌为自己带来了丰厚收益，但在国际社会上却引起了不小争议。在很多国家的施压下，瑙鲁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些致富的野路子。瑙鲁现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帮助澳大利亚收留难民，有很多来自伊拉克、阿富汗和伊朗等国家的难民都被安置在了瑙鲁。只要是去过瑙鲁的难民，他们宁愿去死，也不愿意留在岛上。瑙鲁缺少淡水，缺少新鲜食物，岛上的植被被完全破坏，前来拉屎的鸟也大幅下降，整座小岛都被绝望的情绪笼罩着。岛上几乎没有饭店，没有酒店，没有游客，有的是生锈的汽车、破旧的房屋和腐烂的垃圾。而当地居民也对生活失去了信心，他们抽烟酗酒、打架斗殴，很多居民干脆就不工作了，每个月就等着政府救济。这是一个对未来没有丝毫希望的国家。只有当鸟屎再次布满小岛，瑙鲁才会再次发达。只不过这个时间可能需要几百万年。感谢您关注奇趣研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